继续讲不真空论。然则三藏书文统之者一也。尽管三藏的文句不同，其原理是一样的。故方光云：第一真谛无成无得，世俗谛故便有成有得。所以方光般若经说，从第一真谛上看，无道可成，无果可得；从俗谛上看，便有道可成，有果可得。这是一个人去除了杂染，达到了清净的状态。从真谛来看，就是这么个状态而已。真正的佛是不会成天想说我是佛，他不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。佛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假名而已。但是从俗谛来看，就觉得好厉害，这是佛，这是有德。夫有德即是无德之伪号，无德即是有德之真名。有德得到的只是假名伪号，就是佛这个名字；无德是有德的真名。佛的真名是什么？就是无名。佛是没有名字的，任何事物其实都是没有名字的，无名才是真名。真名故虽真而非有，伪号故虽伪而非无。因为是真名，所以虽是真名，而不表示实有自性。因为是假号，所以虽假而不是实无现象。是以言真未尝有，言伪未尝无，二言未始一，二理未始殊。因此说它是真名，而未曾说它是自性实有；说它是假名，而未曾说事物是实无。两种说法虽然不同，但它们的道理并没有差别。故经云：真谛俗谛谓有异也？答曰：无异也。所以佛经上说，真谛俗谛有实在的差别吗？答曰：没有实在的差别。此经直辩真谛以名非有，俗谛以名非无，其以第二而二于物哉？这是佛经通过真谛说明概念不是实有，又通过俗谛阐明现象不是实无。怎么能因为谛有两种，就认为道理也有两种呢？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，有其所以不无。然则万物却有它所以不是实有的一面，有它所以不是实无的一面。有其所以不有，故虽有而非有；有其所以不无，故虽无而非无。正因为万物有它所以不是实有的一面，所以万物虽然存在而不是实有；有它所以不是实无的一面，所以万物虽无实体，但并不是完全的空无。虽无而非无，无者不绝虚；虽有而非有，有者非真有。万物虽然无实体，但不是无现象。说万物是无，不是绝对的虚空。万物虽然存在，但是没有实体。说万物是有，不是绝对的有。若有不即真，无不疑迹，然则有无称义，其至一也。如果有不是有实体，无不是完全虚无，那么有和无名称不同，但最后的归宿都是一样的。故童子叹曰：说法不有一不无，以因缘故诸法生。所以童子感叹说，说万物既不是实有，也不是实无，只是由于因缘和合的缘故，诸法才产生。璎珞经云：转法轮者，亦非有转，亦非无转，是谓转无所转，此乃众经之威严也。先解释一下转法轮。法轮就是佛的教法，因为佛法能碾压摧毁众生的烦恼，所以叫做法轮。转法轮就是宣说佛法。璎珞经上说，所谓转法轮，既不是实有法轮可转，也不是实无法轮可转，这就是转无可转。这是众经的微妙深奥的宗旨。就说佛法自身呢，也是幻有的。
何者？谓物无也，则邪见非惑；谓物有也，则常见为德。为什么呢？若说事物是绝对虚无的，那就是外道的断见；若说事物是绝对实有的，这就是外道的常见。以物非无，故邪见为惑；以物非有，故常见不得。正因为事物不是绝对虚无的，所以断见是错误的；正因为事物不是绝对实有的，所以常见是错误的。然则非有非无者，信真谛之谈也。那么只有体认事物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的观点，才是真理的说教。故道横云：心亦不有，亦不无。所以道横般若经说，心既不是实有，也不是实无。中观云：物从因缘故不有，缘起故不无，循理即其然矣。中论说，物从因缘生，所以不是实有，它又是有缘起现象的，所以又不是实无。按照真理就是如此。所以然者，夫有若真有，有自常有，岂待缘而后有哉？其所以是如此，是由于事物的存在若是实有，那么这个有应当是永远有，哪里会等待条件而后才有呢？譬彼真无，无自常无，其待缘而后无也。假使事物是实无虚无，那事物就应当永远是无，哪里会先有了缘起的事物之后才说它无呢？若有无自有，待缘而后有者，故知有非真有。如果有不是一向的有，需待缘而后才有，那这个有就不是实有。有非真有，虽有不可谓之有矣。有既然不是实有，虽然是有，也不可知为实有。不无者，夫无则湛然不动，可谓之无。什么是实无呢？只有湛然不变的虚空，方可说是实无。万物若无，则不应起，起则非无，以明缘起故不无也。万物若是实无，则不应由缘而现起，既有万物的现起，就不能说为实无。由此可知，万物缘起，故非实无。故摩诃衍论云：一切诸法，一切因缘，故应有；一切诸法，一切因缘，故不应有；一切无法，一切因缘，故应有；一切有法，一切因缘，故不应有。所以大智度论说，一切诸法由于是因缘生，所以应当是有；一切诸法由于是因缘生，所以不应当是实有；一切无自性的法，因为有因缘现象，所以应当说有；一切缘起有的法，由于是因缘假合的，所以不应当是有。寻此有无之言，岂知反论而已哉？探求有和无的道理，哪里只是相反的呢？就说有无的道理是很复杂的，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。若应有，即是有，不应言无；若应无，即是无，不应言有。若执着万物应是有，即是实有，就不应该说万物是无；若执着万物是无，即是实无，就不应该说万物是有。言有是为假有，以明非无；借无以辨非有。此是一称二，其文有四不同。苟领其所同，则无一而不同。事实上，说事物是有，这只是缘起的假有，以表示万物不是实无；说万物是无，为的是通过无，以表明万物不是实有。这是一件事的两种说法，在字句上似乎有所不同。如果领会其相同处，那么就能在句子的不同中领会出相同。然则万法国有其所以不有，不可得而有；有其所以不无，不可得而无，何则？万物确实有它所以不是实有的根据，因为它的自性是没有的；有它所以不是实无的根据，因为它的现象是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欲言其有，有非真生；欲言其无，实相即行。我们如果说它是有，这个有并不是真实的自性有；
我们如果说它是无，但是事物的现象已经出现。象形不迹无，非真非实有，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。事物的现象已经出现，就不能说它是实无，只是它不真实不实有罢了。那么不真空义在此就很清楚了。故方光云：诸法假号不真，譬如幻化人，非无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。所以方光般若经说，诸法的自性只是假名，自性不可得。万物就如同幻化人，并非没有幻化人，只是说幻化人不是真人罢了。夫以名求物，物无当名之时；以物求名，名无得物之功。根据名称去寻求事物，事物没有与名称相符合的实质。根据事物去寻求名称，根本不存在与事物完全对应的名称。物无当名之时，非物也；名无得物之功，非名也。事物没有与名称相符的实质，可见它不是真物。名称与事物不是完全的对应，所以也不是真名。是以名不当时，时不当名，名实无当，万物安在。由此可知，名称与事物的实质不相符，事物的实质与名称也不相当。事物的名实既不相符，哪里还有万物的真实性呢？故中观云：物物彼此，而人以此为此，以彼为彼。所以中观论说，事物没有绝对的彼此，只是人们把此当作实在的此，把彼当作实在的彼。比如有两个人，人物一人物二，人物一的话，他就认为自己是此，人物二是彼。彼亦以此为彼，以彼为此，此彼莫定乎一名，而或者怀必然之志。同样的道理，对方也可以把此当作彼，把彼当作此。此和彼没有绝对的区别，而迷糊的人硬要认定他们有绝对的区别。然则彼此除非有，或者除非无。既物彼此之非有，有何物而可有哉？实际上，彼和此本来不是实有的，而迷惑者却认为他们实有。既然明白彼和此不是实有，还有什么事物可以执着呢？故知万物非真，假号久矣。故知万物不真，从来就是假名。是以程具立强名之文，园林托纸马之况。如此，则深远之言于何而不在？因此，程具经有强力假名的说法，庄子有纸和马的譬喻。这样看来，深远之言在众多经论中都是存在的。最后一段赞叹圣人。是以圣人称千化而不变，履万户而常通者，以其及万物之自虚，不假虚而虚物也。因此，圣人随万物变化而又如如不动，经历各种令人困惑的事物而保持智慧聪明。正是由于他体悟了万物当体本空，所以不需要离开事物而后才说事物是空的。故经云：慎其师尊，不动真迹为诸法立处，非离真而立处，立处即真也。所以经中说，真是奇怪呀，师尊，诸法的真迹实相是诸法的建立处，并不是离开真迹实相而别有诸法的建立处。诸法的建立处和真迹实相是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诸法的最终真相就是真迹实相。至于什么是实相，这个印度佛教史都讲过，忘了的话可以重新看一下。然则道远乎哉，处世而真；圣远乎哉，体之即神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大道离人遥远吗？触及任何一件事物都有道。圣人离人遥远吗？体悟了大道的就是圣人。东晋呢就说这么多，下次课开始讲印度如来藏思想。